好，蜜雅塔罗现在有 LINE 的官方账号了，所以如果大家有要预约占卜的话，可以加 LINE 的官方账号进行预约。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看的主题是来自宇宙的邀请，宇宙要降临什么样子的丰盛在第一组的朋友们身上？我们一起来接收来自宇宙的邀请的讯息哦，有什么样子巨大的好事要发生呢？来看一下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哦，11号牌。构筑自我觉察，你们抽到19号的观音，金钱能量流，哇哦！9号牌地球母亲的丰盛典范哦，很厉害的能量哦。一起来，首先看一下这4张牌。好，首先呢，我们的第一张牌构筑自我觉察。这个女生呢，她正在看着一面镜子，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然后她的眼睛上是蝴蝶翅膀的图案哦。生活呢，其实就很像是一面镜子。这一组的朋友，可能你们过去到现在都很努力去追求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去透过镜子看出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看镜子的时候会受限于这一个镜子的大小，有的时候这个镜子是圆的，有时候这个镜子是方的，有的时候镜子比较小，有的时候镜子比较大，这样子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自我的一个认知哦。所以呢，有些朋友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啊，你们对于你们自己的一个认知跟你真实的自己是有差距的。宇宙在提醒你们，其实你们的内在很美丽，就像这一只蝴蝶一样，你们有翅膀可以飞翔。这一组的朋友，首先宇宙要给你的邀请就是请你们好好的去认识自己，好好的去亲近自己，把自己当作是你最好的朋友，把你自己当作是一个你很喜欢、你想要去追求的人。如果你想要去追求一个人，你会怎么样子跟他互动呢？你会不会买礼物送他？你会不会跟他说好听话？你会不会去制造很多的机会去跟他相处呢？所以这一组的朋友真的是要留时间给自己，愿意去靠近你自己，然后不要去好像用很批判的态度来对待自己。你每一天在跟自己说的话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每一天对自己说的话以及你们的口头禅啊，它其实就代表着你的信念，也代表着你的一个人生的根基。你们常常对自己说的是我一定没有问题，还是说我很没用，我常常会出错。这个其实代表了你内在的信念，这个信念是很有能量的，就是语言是很有能量的，它会透过你的这个表达传送到宇宙。也就是说，你自己选择了你想要给宇宙什么样子的频率，什么样子的讯息。当你每一天这样子对自己说话，当你每一天这样子跟自己对话的时候，其实也在增强这个能量哦。这有点像是你在对宇宙下订单。如果你常常说出是抱怨的话，那宇宙接收到的也是会去增强这个抱怨的能量。如果你常常去称赞自己，宇宙也会借着你的话语的能量不断的增强，不断的增强，再还给你。所以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要好好的认识自己，而且要去构筑一个比较正面的自我信念。比如说呢，你可以观察一下你平常最常对自己说的话是什么。有些人真的是会可能习惯的负面的去批评自己，或者是说习惯的去用一种很
请求，或者是说好想要叫宇宙去救救你，帮忙你，觉得你自己很不行。当你去散发出这个请救救我，请帮忙我的能量，它也会变成一个循环，就是让你不断的在变成一个需要被帮助、需要被救援的一个情况。宇宙本身呢，它不会主观的判断，它只会将你散发出来的讯息不断的这个能量增强再增强，然后化为现实。所以大家对宇宙下的这个订单呢，不要下一个苦命的订单，而是要下一个你真心所想要、真心所要求的订单。想清楚自己所想要的一个结果，跟宇宙下订单，怀着信心，这样子的成果就会到来。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其实宇宙给你们的讯息很明确，是不是过去有一些朋友，你们对于自己的自我觉察力不够，所以呢，跟宇宙下错了订单，以至于你好像觉得说，宇宙都没有听到我的需求，其实是你们散发出来的东西，那个频率可能会变成是一个负向的增强。现在透过这个自我觉察、反复的思考之后啊，其实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内在是非常有力量的，你们可以跟宇宙正确的下订单，跟正确的一个对话。那另外啊，抽到这张牌的朋友，这里还有一个讯息，就是有的时候啊，你们跟自己感觉疏离，它是一种自我的保护。就是如果你们曾经受伤的话，身体为了保护自己，皮肤会以一个结痂的形式来形成一个屏障，争取时间让内在的组织可以修复。所以呢，对于你们曾经在人生中经历的一些挫折，经历的一些苦难，经历的一些不堪、委屈或被放弃，当你遇到过去这些，或者说现在还在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人事物的时候，有些朋友你们会好像把自己的心变得比较刚硬，把自己的心变成一个铜墙铁壁，因此让别人都没有办法去伤害你。可是久而久之，你们的心也好像筑起了一道高墙，没有办法去接受爱的能量，甚至没有办法去跟自己互动。不管是过去曾经在原生家庭受的伤，或者是在成长过程中，因为这个同侪呀，因为同事，让你感觉到这种不舒服、被排挤，或者是被冤枉、被误会、被陷害的一个能量。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在感情中被一个你深爱的人遗弃、放弃或是背叛，让你的情绪非常非常的不稳定，而你内在的这个高墙也会越筑越高。现在宇宙其实想要让你去宣泄，要让你去把这些情绪释放出来，先让这些情绪自由的流动，然后你要去释放愤怒，你要去表达愤怒，这个就是自我疗愈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跟很重要的起点。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是19号的观音。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跟神佛或者是说各种宗教啊，比如说基督教、天主教等等的，你们是跟这种各种的宗教的能量是非常非常的有缘分的。你们抽到的这张牌力量很大，它是导师，也就是说，当你们学习爱自己之后呢，其实这个生命中的灵性的导师、丰盛的导师，他会去打开你的心灵之眼，让你去跟真实的自我连接，你会感受到很多的爱、丰盛跟祝福。就像这个观音的能量，它其实也很像是一个穿着白纱的天使。观音啊，她的形象就是身穿白色的衣服，然后她一手拿着甘露水瓶，一手拿着杨柳枝，这个是一个大慈悲的化身。那观音也可以称为观自在，就是指关照自己的存在，尤其是关照自己所不知道的一个内在的部分。当你了解了自己不知道的内在的部分的时候，其实你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跟真正的自在。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
宇宙其实你看一下你们接下来引导到的2张牌的能量是金钱能量流跟地球母亲的丰盛典范，这个是你们未来一定会得到的。可是前期你们在通往丰盛的道路上之前需要做的是构筑自我觉察，以及观音指引大家也是必须要去重新学会认识自己，然后以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自己，不带批判的重新的去接纳你自己。当你用新的观点去看待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自己还有一些你不了解的地方，你会发现原来你生命的过往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它成就了现在的你。当你往内看的时候，当你对自己有新的发现的时候，其实生命就会回馈更多的丰盛给你。同时啊，观音它也是一个很慈悲的能量。当你们爱自己，就是对自己慈悲。你先爱自己之后，你先陪伴自己之后，其实你才有能力将你的爱扩散出去。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不要觉得爱自己是一个很自私的想法，不是的，你们一定要先好好的爱自己，把自己爱好爱满之后呢，你才能够去真正的理解什么样子是爱其他人，以及在爱中你会不感到委屈。就是前提是你们要先好好的去爱自己。有的时候这个慈悲对待自己也包含了去放手一些过往的纠结，就是曾经让你哭的睡不着觉的事，曾经让你很纠结的事情。我觉得抽到这张牌卡以后，你们可能会想说为什么我要为了这件事情这个人这么的难过呢？我未来的每一天还是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上，我还是可以去过得很开心。你们不会被前面的这个石头绊倒了之后再也爬不起来，相反的，我觉得你们会很轻松的把这个阻碍、这个障碍、这个石头踢开，继续的往前走。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金钱能量流，好棒哦！大家是不是已经有听到钱叮叮咚咚的声音掉到你的口袋，以及掉到你眼前的道路上，走路都会踢到钱，天上会掉下来钱，让你轻松的捡到很多的钱。万物都是频率哦，金钱跟财富它也是一种振动的频率跟能量的波动，而你本身内在对于金钱的信念将决定你如何的去吸引这个丰盛的财富之流。所以呢，前面我们要做的功课啊，自我察觉以及爱自己，当你去察觉你对于金钱是以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什么样子的信念去理解的话，接下来你们将会去迎来金钱能量流。也就是说，过去如果有些朋友对于金钱有一些限制性的信念，比如说你要得到金钱是，必须要很辛苦的，或者是说你觉得你的收入来源就只限于你现在的这份薪水、这个工作。或是你觉得说，金钱都是罪恶的，有钱人可以得到那么多钱，是因为他们其实做了一些坏事等等。如果你对于金钱曾经跟一些负面的概念或限制性的概念连接的话，透过前2个阶段会帮你去洗涤，你们不用去非常的辛苦才能够创造金钱，这个金钱是轻松的流到你现实生活中的，不是一个很颠簸、很艰辛、很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当你们前面的功课完成之后，你的金钱能量流会有一个好像水龙头被打开一样，就是很丰盛，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对你来说它是不需要去追的，当你需要的时候，这样子的能量就会来到你的生命中哦。其实你们生命中是有一个宝库的，这个宝库被金光充满，只要你愿意去打开你的潜意识，愿意去让这个金光的宝库走进你的潜意识中，让你去感受自己跟这个金色的光芒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金钱的来源是可以很轻松、很自在的。
那当大家在未来收到一笔意外之财，或者是说你收到一些金钱的时候同时你也要对宇宙感恩，或者说你要去说谢谢，要表达你的感谢的能量，因为金钱也是爱跟感恩的能量，所以呢，你的这个钱呢，你不要怕说我花钱出去，我的钱就不见了。这个钱是一个能量的流动。当你保持着爱，当你保持着善意去把这个钱花出去的时候，其实宇宙回馈你的是更多更棒的一个丰盛。当你在做一些可能你现在不是这么开心，这么不愉快，或者说在工作上遇到一些比较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说，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同时你的金钱存折是不是就入账了？就会有这个叮叮咚咚的能量进来了，宇宙会帮你存入很多很多的钱。有些时候，有些朋友，如果你现在因为什么官司，或者说因为有什么样子的钱没有如期的汇进你的户头，本来说好要给，但是还没有给，或者是说有人骗了你的钱之类的，这些钱宇宙未来会连本带利的还给你。最后存在你们的这个宇宙账户的金钱能量都会能够被提领出来，让你幻化成现实生活中的美好。所以我觉得抽到这一组的朋友，在金钱上你们真的不用担心我看到的是你们可以去透过金钱实现你们想要做的事情，可能是你们过去想要去旅游想要去环游世界，或者说想要辞职休息一下。有些朋友你可能是有想要买一个期待已久的这种东西比较昂贵的，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是想要存房子的头期款，有些朋友你则是很需要的是一笔救命钱或是什么样子的。我看见你们心中这个很想要做的事，或者说很需要被满足的这个地方都能够被补足哦。好，我们接下来上一张牌是土的能量，大地的能量，它是地球母亲的丰盛典范。所以其实你们有了这两张，我觉得算是物质生活中的王牌，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啦，在物质生活中你们绝对是丰盛不缺的。这个是土元素的能量宇宙告诉我们要从土元素学习，然后透过土元素我们孕育出第一组朋友你的一个事业，你的财富跟你的一个理想。从这张牌可以大家有点可以往回去想，就是从9号牌跟11号牌的连结，就是当大家一出生的时候，宇宙赋予你的使命是什么？还有你的本性是什么？你最初的那个样子是什么？你没有经过修饰，没有经过一些外在的修剪，原始的这个你是怎么样子的你呢？回归初心，回到一开始的地方，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能够帮助大家回归平衡。好，那地球母亲它孕育万物，也包容地球上的一切，它就是丰盛的一个最佳的典范。这张牌也请大家要常常跟大自然接触，常常要去接地气，可能你们可以赤脚的踩在土地上，或者是说被这个走到这种树林，走到森林，走到这个山里面去，被这些芬多精以及大自然的能量包围有的时候当你离地球母亲太远的时候，可能你也会感觉到内在匮乏。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很多的抽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本身内在是很朴实、很原始、很单纯的，可能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你一点一滴的去丢掉你本来的样子，你一点一滴去为了迎合，为了生存，把自己本身的一些特性都修剪，或者是说就把它折断之类的。我看到这张牌，你们要达成丰盛，其实不是更加的配合，更加的社会化，或者说变成别人所想要的样子，而是要回归到你们最原始的第一脉轮海底轮一样。
你要去跟大地连接，稳稳的踏出每一步，才能够去建构一个平衡的生活。就是你们一开始的根基是非常重要的。每一天你都对你自己所做的决定充满信心，每一天你都对你自己的状态感到满意，也让这个观音清净的能量通过你，脚踏实地的去做，不心虚的去做。其实你会感觉到，你的未来不是一个梦想，或者说不是一个只是一支计划，然后很遥远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一个未来，而是这一组的朋友，你看见你的想要的东西、梦想的东西已经形成了，你最想要的人事物都向你靠近，你们不会再感觉孤独、感觉迷惘，或者是说，常常觉得很累，常常觉得睡眠不足。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宇宙给你的邀请就是跟地球的母亲连结在一起，跟地球的丰盛的源头连接在一起。可能过去你们真的是漂泊了很久，孤单了很久，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来，也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很多时候很像是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在看这个世界，明明身边有人，明明身边也有亲朋好友，可是就感觉到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心连心的去跟别人接近，总是会差这么一点点，内心可能常常会有一个强烈的空虚感，觉得有些东西说出去别人也没有办法了解，甚至你内心会有一些很疯狂的想法，很特别的点子，或者说很不一样的自己，但你没有办法去展现出来。有些朋友，你们很可能因为在这样一日复一日的过程中，去麻痹了你的内心的情绪，或者是说去剪断了你本来会闪闪发光的一些特质、一些天赋。这一组的朋友，其实当牌卡的能量出来之后，我觉得你们的能量重新的被流动起来了。你对于生活有盼望，你会去找回你的这个热情，找回你的一个热爱。我觉得接下来这组的朋友，你们的生活绝对是有目标的，绝对是很热情的，绝对是带着丰盛的能量前进的。你不会去滑脸书，或是滑 IG， 或是看别人的社群媒体，然后好羡慕别人说他过得这么好，或者是说为什么他可以过得这么好，他明明也条件没有我好，或是怎么样。我觉得你们不会再有这个嫉妒的能量跟比较的能量，都不会有，因为你会觉得你一切的状态都非常的满意，你拥有的一切都是你所想要的，恰恰好的就送到你的面前。地球母亲她最擅长处理各种的能量，有的时候当你们内心有一些没有办法诉说的情绪，有一些愤怒，有一些压力的话，走进大自然，跟土地连接，或者是说做一些接地的冥想，也会对你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哦。好，接下来呢，再看到下面的牌卡，宇宙还要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好消息呢？大天使麦达场，大天使梅塔特隆，它是神的仆人的意思哦，它也是一个天使长。好，转动的轮子，脚踏车，航行中的灯塔，无为之道。我觉得你们的这个，你看这两张的能量有没有很相似？都是在海中，然后都是有这个金黄色的光波，还有无为之道跟这个大地母亲、地球母亲的能量非常非常的相似，所以你们的能量是非常非常和谐的。首先呢，我们来看到这张大天使麦达场这张牌哦。大天使麦达场，它这个名字意思有人神合一的意涵在，同时它也是少数曾经转世为人的2位大天使之一，其中的一位。那这个大天使麦达场它出现
他的这个力量在干嘛？他在帮助大家把消极的想法转变为积极的一个思维模式哦。这组的朋友，你们在接下来可能会常常看到天使数字，比如说111，这个就是天使在跟你做沟通。同时啊，这张牌哦也会帮助大家戒掉成为悲剧男主角或女主角的一个坏习惯。可能很多朋友你常常看一些这种比较有悲剧色彩的一些电影啊、小说啊等等的，无形之中哦，你也会把你自己的故事变成是悲情的男主角跟女主角，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过去可能因为心思比较细腻，你对于家里的能量非常的敏感，可能是来自于母亲，可能是来自于父亲，让你没有办法真心的快乐，让你没有办法真心去追求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们被什么样子的能量包裹，让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展开笑颜。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接下来真的是要把一些阻碍你得到幸福的负能量、负面的思维去剪断。很多朋友，你们可能感觉到，就是你在爱情上其实不是很顺利，或者说有些朋友在遇到人的时候，常常阴错阳差的错过，或者说有些感情怎么谈一谈，突然就是没有办法走下去。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状况，接下来都不用担心哦，因为大天使麦达场要帮你做一个清理。如果你过去这个宇宙的输送管因为负能量阻塞的话，让你这些订单没有办法实现的话，这个大天使会帮你做一个清理啦，会帮你清干净。有些东西其实别人的课题，可能是你爸爸妈妈的，可能是你的亲朋好友的，可能是你的主管，可能是你的上司，这些课题都不是属于你，别人的课题就回归给别人，不要把别人的不幸、别人的不开心、别人的负面的情绪都当作是自己的错，都背在自己的身上。这组的朋友，你们接下来真的是要走出自己的路，你们要看见你是可以去幸福的，别人有别人的人生，你不要去干涉别人的课题，你也不需要去背负别人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宇宙，只要尽情享受自己快乐的宇宙就好了。你们能够对自己的宇宙负起全责，你能够改变的也是你接下来你自己的一个人生。所以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遭遇了什么事情，未来你都能够看见不一样的希望，你都能够去逆转。这一组的朋友不要担心哦，奇迹就会发生，你会不断的看见自己变得开心，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幸福的一个姿态。这张牌很像是一个小朋友，就是很单纯、很相信的，在对宇宙许愿。你们其实内心啊，就像孩子一样，尽情的去接纳所有的幸福、所有的好运就好了。你不要担心说只有你得到幸福，这样好吗？不要担心说只有你那么幸福快乐，这样好吗？一丝丝怀疑跟恐惧的念头都不要有，这个就是你们值得的一个幸福啊。还有同时啊，这张牌哦，它也有代表的一个大天使麦达场，他是小孩的守护神，所以如果这组朋友你的工作是跟守护小孩、守护弱势有关，或者是说你家里啊有小孩，自己是爸爸妈妈，还是你正在为了小孩子的事情一些议题烦恼的话，这张牌其实都会帮助你做一个解决啦。比如说如果你小孩子学校的事情、课业的事情，或是说发展成长的一个问题，这张牌的能量都会帮助你处理哦。下一张牌呢是转动的轮子，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真的是要多去外面走走，看山看海都可以。你们要多多的去走动，让自己的能量动起来。特别是当你比较低潮的时候，你觉得行动力很低落的时候，你不要把自己关在家，或者是说不要让自己在原地打转。你们去外面随意的散步，随意的去看风景，或是给自己一段时间去度假等等都好，去抽离
抽离原有的那个情绪，原有的那个环境，先去离开一下，然后再回来继续的读书，或者说继续手边的这个项目，继续完成工作都好，你们一定要去让这个能量流动一下。有的时候就去运动啊，有的时候去散步啊，有的时候就是转换一个场景到你喜欢的这个咖啡店，或者说移动到一个你喜欢的城市等等都可以。当你移动的过程，当你转换一个环境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脑中就会对于一些你本来想不通的事情，本来觉得很困难的事情，有了解答，有了方案，甚至有些朋友你就会在这个转动或者说移动的过程中收到一些惊喜的好消息哦。同时啊，当大家越走越远的时候呢，其实你看见的风景，或者说当你经历了更多的事物之后，可能同一片风景，但是当大家回头去看，会有不同的一个感受，有点像是在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当我们越爬越高的时候呢，其实你往下看是同样的人，同样的风景，可是你感受到的那个情境已经完全不一样。当你在2楼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吵，有很多很多的声音，有很多的人，有一些不好的空气，有灰尘。但是当你爬到100楼的时候，你往下看就是美丽的风景，就是非常好看的一个夜景。所以当大家外在的风景不动，可是你们内在已经往上不断的提高了。如果你感觉到停顿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到茫然的时候，就多多去刚刚说过跟大自然接触，去看看日出日落，去看看潮起潮落，去看看蓝天白云，去看看星空的推移，去看这些大自然的力量，会给你们内心深处带来很大的一个启迪，也会让你找回勇敢。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15号牌航行中的灯塔。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离目标越来越近，你们是一个探索者。过去你很可能是不知道前行的方向，接下来不管你们在事业上，或者说手中在进行的这个项目、这个学业，我觉得都会找到方向。有些朋友你可能是在转职卡关，一直找不到你想要的工作；有些朋友你可能是在轮班的工作，想要换成一个正常上下班，可以去陪伴家人，或是你希望可以找到能够在工作上更加发挥，能够更加实现自我，有成就感，然后更多钱、更多金钱的能量。这是一个寻找你们自我成功以及自我丰盛的一个过程哦。你们绝对有这样子的能力哦。航行中的灯塔代表说，接下来会有贵人去指引你，会在暗夜中为你点灯。对你们来说很困难的事情，可是对宇宙来说，其实真的是非常轻而易举，非常简单，就可以把2个需要见面的人，需要连接在一起的资源都让它对接好。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去想说宇宙要怎么样子处理我这么困难的问题，宇宙要怎么样子去让我有所改变，宇宙要怎么让这个黑暗的情境过去。宇宙的丰盛是无所不能的，大家只要去相信就好。同时啊，在宇宙中，这个幸福跟丰盛的名额它是没有限制的，不会说谁中了这个乐透，谁得到这个最幸福的礼物，其他人就没有，不会的，只要你想就可以得到。你们生命中的灯塔即将被点亮，即将被启用。你们会明白，你的生命历程它不是一个负担，而是隐藏着很多很多的祝福，引导你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没落走向希望，迎接更加胜利、更加丰盛的果实。
大家要相信，你们生来就像蝴蝶一样，你们是有翅膀的，你们绝对能展翅高飞，而不是在地上匍匐前进。不要去羡慕别人，去羡慕别人的好事，羡慕别人的故事，羡慕别人的幸福美满。事实上，你们绝对有属于自己的奇迹跟丰盛。下一张牌是无为之道，这张牌大家看到很可爱的小孩子躺在地上做梦，很舒服，很信任的跟大地连接在一起。旁边呢还有2只陪伴他的小鸭，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宇宙要你们做的事情就是不要想太多，放松，不要努力，不要太过拼命，只要顺其自然就好。不管是在工作或者说其他的事情，大家不要把自己像这个蜡烛一样耗尽所有的一个能量哦。你们不需要好像很努力的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精力在赚钱，又把你赚到的钱全部都花光光，又把这些钱有点像是花钱去买幸福。其实这一组的朋友，很多时候你们不需要这么的用力，你们不需要去牺牲你自己觉得值得、真正珍贵的东西哦。去取得外在的成就跟标签，很多时候你可能回过头来去想，才发现原来最珍贵的东西是你的健康，你的健康是万物之本，或者说是你跟你某一个人的关系，那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才是你完全不可或缺的。我看到的其实是你们可以去减少工作的压力，减少工作的时间跟减少工作的负担，但是仍然有一个很高品质的产出，金钱能量不会变少，金钱能量会越来越丰盛。工时多不等于努力，工时多不等于这个效率很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以将压力减轻，可以让你的健康获得改善。不论你现在在什么情况，那些令你困扰、令你睡不着觉的压力，宇宙都要帮你移除了。你们也不需要同时间去处理很多事情，什么一边吃饭啊，一边回讯息啊，然后又要一边去照顾家里的小孩等等。你可能过去常常是多功能处理，一刻都停不下来，很忙很忙，要回很多的讯息，每一天要完成很多的任务，每一天要不断的切换角色。好，接下来宇宙要你们放松，宇宙要让你变得很简单，宇宙也要让你跟很多事情说不，你只要将你的注意力放在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那个核心事情上就好了。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会开始选择，开始拒绝别人，宇宙也会把压力移除，真的是让你过得很轻松、很开心、很愉快，不会被很多的这种情绪的限制，或者说情绪上的勒索，让你不舒服。你们不需要再逞强了，你们不需要再去承接这么多你不想承接的事情，也不需要每一天好像要去到某一个环境就觉得很紧张，压力很大，就一直要哭，还是怎么样的。有些事情你们其实是可以放弃的，有些事情你们不需要总是好像一直在那个地方去伤害自己。勇敢不代表说一定要往前走，有的时候放手放下也是一个勇敢。不论它是一个这种事业上的项目，它或者是一段感情，或者说你本来正在进行的一个计划，有的时候放手不见得不好，放下代表你内心够强大，够有本事，才可以去选择不一样的路，才能够放下曾经紧握的一切。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非常的有勇气，不论你们最终
选择的结果是什么？我看到你们内心，你们都能够很平静的接受，而且大部分多数这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结果是让你开心、让你笑、让你放松的。你们找到了心真正的安宁，你们能够好好的休息。有些朋友我真的看到你们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你可以去你喜欢的国家居住一段时间哦。或是有些朋友你可能是在外地辛苦打拼了很久，你可以回到你熟悉的家去休息，去跟家人团聚等等的。好，我们会有这种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光，你的身心都得到了真正的休息，你们的身心都是非常非常平衡的，不需要外求，本身跟自己在一起，这个能量就足够了。你不需要拼命的去玩乐，补偿自己跟犒赏自己，或者说需要去做很多事情让自己快乐。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静静的躺着，看天空，静静的跟自己相处。这一组的朋友，你就可以得到绝对的放松，绝对的休息哦。我们会找到一个舒服、和谐和自己相处的方式。同时啊，我也看到的是，就可能你们会形成一种能量圈，在这个能量圈中会有跟你同频的灵魂家族的朋友伴侣在你的身边，他是可以跟你共享好消息坏消息，彼此真心对待，然后彼此互相支持的好朋友的能量。它可能是以各种形式显现在你眼前，不限性别，不限距离，但是你知道你们有的这种频率就是一对上，即使你跟他才刚刚认识，你就觉得很有话聊，你在他身边就感觉到非常的安心，或是看到他上线，你内心就觉得很安定。就有些朋友你们会遇到这样子的能量圈中同频共振的朋友，你们在一起很舒服的沟通、交流、分享等等的。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宇宙要给你们的所有丰盛讯息。我是米娅，我们下期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来自宇宙的邀请，宇宙要帮你们打开什么样子的丰盛之门呢？好，第二组的朋友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卡哦。大天使加百列，雅典娜，基督，大天使麦克，哇塞，你们的牌很厉害耶！我们首先看一下这4张牌哦。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第一张牌哦。第一张牌大天使加百列，这张牌很厉害哦。这张牌代表说，宇宙已经展现了它的神力，宇宙已经要将这个秘密启示传达到你这边咯。因为加百列它是宇宙传递讯息的使者，它也是天使长，所以它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传讯的一个职责。代表说这个加百列他要宣布，就是即将要宣布一件很大很好的一个消息来到你的生命中。加百列在指引第二组的朋友要守护你自己的心，守护你自己的心就是守护你最强大的力量来源。你们不要去压抑你的感受，要尽情的去体验你情绪上的流动，包含了你的喜怒哀乐，你的各种情绪就像这个世界的色彩一样，它是很缤纷的。大家绝对必须要去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的感受，跟自己所有的感受连结合一，你才能够更加的明白自己是谁。因为加百列告诉你，你要先去守护你的心，你才能够去听到他给你的一个重要传讯。同时啊，抽到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要逆转胜，真的是要那种
好像有些朋友可能是负债啊，或者是有些朋友失业，或者是有些朋友在感情里在遭到挫折，可能你前面经历了一个低潮期，这些东西，这些令你困惑，或者说这些令你觉得好像怎么走都走不出迷雾，走不出这个迷宫的这种情境啊，即将要被打破，即将要被反转了。因为大天使加百列是来提醒你们的，无论你现在遇到什么样子艰难的处境，遇到什么样子的困境，这些都只是暂时的过程哦。你们去守护自己的心，重新的静下心来去想一想，你未来究竟要去什么地方，你是谁，你想要跟谁在一起，以及你想要住在哪里，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选定你的居住地，这可能是好你未来5年、3到5年，甚至几十年接下来要住的地方，你是谁，你要住在哪里，你要做什么样子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你身边也许有一些人事物，它的能量必须要更新，必须要调整，甚至有一些人事物的能量，它是要割舍，它是要放下的。不要怕做这些断舍离，不要怕做这些割舍放下，甚至转弯。对一些不再有希望，或是你觉得说在这个方面你已经耗尽能量的事情，你就去放手。放手之后，大家不要害怕，放手之后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有丰盛之路会在你前方展开，铺着玫瑰花瓣的这种红毯会在你眼前展开，所以大家不要害怕，你过去的那些低潮期都是很宝贵的借鉴，很宝贵的经验。有些朋友你们真的必须要从过去的一些情况去学习，去修正。可能是在感情中，为什么一直遇到不好的对象？是不是在择偶的时候，你特别重视某一些条件，而忽略了其他更宝贵的特质？或者是说，在互动上，是不是比较没有界限，比较容易让人家予取予求呢？有些朋友加百列出现，提醒你去看见自己的过去，有些地方要调整，有些地方要改正，就去调整，就去改正，然后重新的往前走，回顾过去，修正之后，勇敢的往前走。你就是你自己最好的良师益友，你就是你自己最好的一个贵人。你们过去的生命它不是白走的，它给你很多的礼物，它给你很多的教导，迎向未来。未来是一个丰盛之路，未来是一个不断在变化，不断在敞开，以及不断迎来好像很多种还没有确定说究竟是怎么样子的丰盛的花朵会在你们面前产生。它有一点像是一个惊喜，你越走就会越微笑，越走就会越开心，宇宙会给你很多各方面你意想不到的好消息出现在你眼前，感情上的好消息，事业上的好消息，考试上的好消息，身体上的一个好消息，或者是等待什么样子的通知。好，终于买到自己很梦寐以求的房子等等的。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终于怀孕，终于有小孩，家里有新的成员。好，有些朋友可能是你进入到你很想要进入的学校、公司等等的，这些好消息很像是惊喜包一样，一个一个等着你们去拆开。接下来24号雅典娜，你们的牌卡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其实你们就是丰盛的源头本身。好，大家要相信这边的讯息非常的明确，雅典娜她也是丰盛的导师，你们可以成为自己真正的战士。有一些真相即将被揭露，我看见这一组朋友，宇宙给你的一个丰盛的钥匙，很重要的就是提升你们的观察力跟思考力。因为可能在过去你对一些事情就是看不清楚真相。比如说就投资来讲好了，这个世界就是说这个时代好像投资的方法百花齐放，各种投资的专家老师都就是在
网络媒体发表很多的讯息，可是那些不见得适合你，不见得可以复制，不见得对你有用，甚至有很多是虚假骗人的讯息，利用你来达成他们的财富自由。可能也许有些朋友过去在这个金钱方面跌过跤，或者说被别人背叛等等。接下来提升你们的观察力、思考力，就是明辨是非。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就做最对的选择，最好的选择，后面就不需要很努力，你就可以去达到你想要去达成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你一开始选错了方向，好像选错了那个项目，你再怎么努力它都是有一个天花板。但如果你今天做另外一个选择，它是一个无上限的，就是它往上的这个空间获利空间是无限的。所以对你来说，是不是这种获利空间无限的选择更看得到未来呢？所以雅典娜她是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跟女战神如果有些朋友你是做这种手工艺、纺织艺术，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可能军事策略规划，或者是说农艺建筑雕刻家、诗歌、音乐等等的，或是这种研究领域的知识雅典娜都是在守护你们的。她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女神，她也是天空的女神。所以如果你们的工作跟航空运输有关雅典娜也会保护你，她非常非常的聪明。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接下来就要赐给你们的就是智慧。看雅典娜她这边有一手拿着长矛，然后还有猫头鹰，智慧的象征，还有她拿着镶着金的这个盾牌跟金色的长矛，所以代表说她是蓄势待发，没有人可以去侵犯她的。这个智慧的女神要帮我们打开的丰盛之门，就是加强第二组朋友的观察力。这个观察力并不是就是看这个人的表象而已，你们能够去看透这个人他没有说的话，或者是说他没有表达出来的感想跟感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细微的东西可以帮助你们逆转胜，可以帮助你们更加的完整的去认识这个人他说的话，或者如果你们要签什么样子重要的合约，在工作上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是需要比较仔细的话，雅典娜完完全全的可以帮助你们。或者如果你们要开创自己的一个新的事业，你可以去透过你的观察力了解说现在的趋势是怎样，现在的你的客群他们最需要什么，进而去建立你的这个你完整的一个系统，让金钱源源不绝的流出来。所以这一组的朋友除了去观察别人之外，这个丰盛之流也会回到你们身上。你们在面对考验的时候更加具备勇气跟力量。好，你们要去相信雅典娜的力量。如果有些朋友你们本身很喜欢创作，我刚刚提到的，比如说你的兴趣、你的工作是跟音乐、艺术、创作、书写、绘画，或是这种网络的一些创作、小说什么都有关的话，抽到这张牌卡，代表说其实你现在在从事的工作，或者说你现在的这个兴趣其实很适合你，你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或者说有些朋友你们的这个创作是一个好像做出一个什么样子的成品，让别人开心，让别人感动，让别人变美丽的这一种也是雅典娜女神要提醒大家保持初衷，你可以去延续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继续下去，找回热情，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丰盛来临到你的身边。那如果这一组的朋友，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本身的工作是跟这些音乐、艺术，或者我刚刚说的这些创作比较没有关系的话，这张牌卡的出现只是请你多多的去跟美的事物交流可以去看看展览，听听好听的音乐等等的，或者是说参与一些这种手工制作的工作坊。
还有这种精油啊，调剂身心的这一种活动或是能量，可以让你的心灵回归平静跟轻盈的一个状态哦。那我觉得雅典娜她还有一个就是很蕙质兰心的能量，它不但是骁勇善战，它还会以它的这种柔软的技巧去夺得胜利。所以呢，它不单单只是蛮干，不单单只是硬干，而是他懂得什么时候该柔软，什么时候该强硬。所以这组朋友，我看到的是未来你们可能在面对一些比较困难的情境的时候，你会用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柔柔的把这个问题啊再推回去。好，是谁应该要负责处理这件事情的？或者是说你们会用一个很圆滑巧妙的方式去处理一个比较困难、比较复杂的议题，让双方让你跟另外一方都能够安心，都能够获得一个满意的解决。也许是你跟你的伴侣有什么样子的纷争，我觉得都能够以柔克刚的去解决这一些困难，解决这一些难题哦。好，接下来这张牌是基督哦，粉红色的能量哦，基督，耶稣基督跟他的小羊。这张牌直接的讯息就是要告诉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是值得被爱的，你要相信自己值得被爱。基督意识是地球扬升的最终极的这个目标意识，也是一个人能够完成自我实现跟他的神性合一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很高的目标，它并不是一触可及很快能够达成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是第二组朋友，你们真的是有可能达成的一个状况。你们接下来会去感觉到你们是被爱的，同时你也会付出你的爱。爱跟被爱它是一个双向的流动，你付出的爱也会流回到你身上。我觉得你们正在被宇宙关爱着、照顾着，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阻挡丰盛之流流向你。好，你对自己的爱也会源源不绝的涌现。你们接下来会有更多时间去倾听自己的心声，不对自己欺瞒，或者说能够去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去打击自己。因为前面你们看清楚事情的真相之后，我觉得有些朋友你很可能会去选择跟某个人某一个情境断舍离，不让自己再受到伤害，就是一个转念啦。这个爱啊，它是一个很多元层次、很丰富的一个概念，它不单单只是男女的爱，或者是说家人的爱、朋友的爱，我觉得它更提升了宇宙对世间万物的一个爱，它是一个让人感到很舒服的一个能量。它不是一个纵容，它是一个在爱中带有引导，然后带有教导，要你去学习的一个能量。它是一个非常丰盛的意涵在里面。所以这组的朋友，你们的生命的旅程，它就是要去经历，它就是要去体验。在这个旅途中哦，你们所想要的一切都会慢慢的到位，包含物质上的丰盛，包含感情上的这个交流，这种丰富的体验都会给你。甚至你们可能会想说，真的有那么好吗？有这么好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吗？其实真的会，这个爱会让你有很强烈的感受跟感动。你们首先就是要去愿意敞开你的双手去拥抱这个世界，然后对这个付出啊，更勇于付出，也更勇于接受。对于付出不要有恐惧，不要觉得说我付出了之后我就匮乏了，我就没有了。事实上这些东西一定会加倍的回流在你身上，你们绝对会拥有源源不绝的丰盛。好，物质上、金钱上绝对不要去担心，好吗？会有方法解决的。好，我们下一张牌是大天使麦克。哇哦，这张牌
他的讯息，也是让大家往内看，面对自己的黑暗面，接受真实的自己哦。大天使麦克，他的披风，他的神盾，他的这个光之剑，都能够在第二组朋友，你们在追寻自我、追寻梦想的过程中去守护你，他能够守护你的真心，也能够守护你的财富。所以财富物质上，大家真的不用太去焦虑，你们只要放手去做，放胆去做，未来的你会很幸福，未来的你会感谢现在努力打拼的自己。所以现在绝对不要对你想做的事情放弃，也不要对你想做的事情说不。你们的未来是非常丰盛、非常美好的，所以不要给自己好像说一些泄气的话，觉得自己不行。你们要善用语言的力量，你的思考的根基跟你的生活的状态都会随之改变。你怎么对自己说话，以及你一个人在思考的时候，你用什么样子的语言，只要你们去觉察、去调整，多多的鼓励自己，正向的肯定自己，人生也会开始翻转。有些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种从天而降的第六感，就是会有来自宇宙的声音、宇宙的讯息传达给你，就是直觉上想要去做某一件事情，或者是说你就是今天想要去哪一家咖啡厅等等的，很可能就会有什么样子的巧合，什么样子的奇迹，在那里有你想要见的人，或是有你需要知道的讯息等等，宇宙都会帮你安排好。大天使麦克，他的力量非常非常的纯净，他能够带领大家穿越各种困难的状况，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自己，你们绝对可以做到的。相信你们自己是通往丰盛道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如果大家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相信自己，你们可以先停下脚步来，回到前面的状态，跟自己好好的对话，好好的想一想，去理解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支持自己，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去相信自己，可能是不是跟过去某一个创伤经验有关？可能过去的创伤，过去的那个经验是你不被支持，你被他人怀疑，因此你也跟着怀疑自己。这个外在的状况，它也是在提醒你，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接下来，此时此刻，现在你的剧本将要被改写。有些朋友可能你们在面对新的事物，或者说面对金钱，面对未来，面对感情的时候，总是有一些焦虑，总是有一些担忧。这些焦虑、担忧跟恐惧都没有关系的，并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些焦虑、担忧跟恐惧隐藏起来才是勇敢。事实上，勇敢的人是能够直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渴望跟脆弱。这个也是大天使麦克带给第二组朋友很重要的讯息。你们不需要逞强，不需要防卫，不需要去武装，不需要去给自己评判。评判就是觉得自己好，或是觉得自己不好，给自己打分数。如果你永远都好像给自己设立一个在未来你需要去改善的地方，你永远眼睛都在未来，永远那个思考的方式就是会去挑说我现在还有哪里需要加强，哪里需要去改进。其实你们现在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状态了，不要给自己贴上好不好，或者是打分数，不要给自己贴上是非成败的标签哦。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道路或剧本嘛，没有说哪一种剧本它才是完美的，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特的。请第二组的朋友好好的爱自己，拥抱自己的黑暗面，你们就会成为一个
真正勇敢的人。可能你们有些朋友正在面临一个生活上比较重大的转变，比如说要不要离开一个人，要不要搬家，要不要鼓起勇气去相信一个人，或者是说要不要重新的去找工作，或者是要不要勇敢辞职让自己休息一下，要不要跟某一个人恢复联系，要不要去追求自己心中的这种渴望，一直想做的事情等等的。大天使麦克绝对会给你勇气，他会协助你看见你生命的本质跟目的，不管是在精神层面跟物质层面上，他都会给你引导，不会说让你们只追求梦想，但是在物质方面可怜兮兮，就是都没有钱可以生活，不会这样子的。物质方面跟金钱方面同时都能够得到丰盛。还有一个很大的能量，它会帮你们设立界限，清理一些负能量。因为感觉到第二组的朋友，你们身上有一些能量哦，有一些想法，有一些观点，其实是来自于其他人身上的气息沾染到你身上，你不知不觉就内化，把它吸收了。接下来大天使麦克最擅长处理这种负能量，清理你内心中需要去处理的不属于你的这种有毒的能量、愤怒的能量、竞争的能量、嫉妒的能量，通通把它移除掉，并且帮你设下界限，设下保护罩，让你的这个能量层变得很厚，别人不能够轻易的影响你。所以大家要相信，我觉得在未来你们的心会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平和。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卡。第二组的朋友能量真的是好棒棒。我们接下来会有什么牌？盖亚，哇！海面下的暗礁，点燃心之火光，太阳的教导。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到我们的盖亚跟太阳的教导，它比较是在讲你们可能曾经面对的一个伤口，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个伤哦。太阳的教导有点像是父职被父系的，来自这种父系长辈给你的一些影响或是伤害。盖亚是原生家庭的伤痕，一些创伤哦。有些朋友你可能已经忘记了，但是这个伤痛埋藏在很深的地方，偶尔会出来隐隐作痛，这有这样子的能量。盖亚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她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她是所有神灵跟人类的始祖的这个母神，也是整个世界的初始，所有的希腊天神都是她的后代。那盖亚的形象啊，它就是跟地球啊、土元素连接在一起，它也跟这种海洋、森林、环保议题有关系。所以如果有些朋友你是在从事这种环保的行业，或是不管是这种真的这个在做环保的这种绿色的那个资源的这种生态的相关的，或者是说心灵环保、身心灵的工作，盖亚女神都是来帮助你的。首先她要帮助你的是疗愈原生家庭的一个创伤哦。如果你跟你的原生家庭的父母亲，特别是这张牌是比较偏向母亲的关系，这张牌则是比较偏向父亲的关系。跟母亲的关系有一些痛苦，有一些愤怒，虽然时间过了很久，可是你的潜意识好像还是知道这个伤口是还没有愈合的。所以你们的这两张牌出现的这个顺序啊，我会觉得你首先需要疗愈的是跟你母亲的关系，再来是跟父亲的关系。不论你们现在的关系状况是否良好，或是分隔两地，都会比较少讲话，或者是说很容易起冲突等等的，这个东西，这个创伤是需要看见的。因为原生家庭的这个创伤可能会去影响到
你是不是能够完全的接纳自己、信任自己、爱自己、相信自己值得被爱，以及得到上面的这一些力量，它会是影响丰盛显化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信念。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怎么样子去疗愈呢？如果你跟你的母亲啊，或者说父亲啊，或者说一些母系的长辈、父系的长辈，比较没有办法很直接的去开口说一些话的话，请大家可以牌卡中，想要告诉你，你首先原谅、包容自己，温柔的对待自己，成为自己最好的伙伴。对于有一些跟父亲母亲没有办法当面说出口的话，你可以在心里，或者是可以用写信的方式跟对方说，不管这封信有没有要寄出去，都可以，你就是把你的情绪表达出来。好，最后呢，表达完之后，跟对方还有跟你自己说谢谢。每一个人会在当时做出那样子的决定、选择，说出那样子的话，都有它背后的这个原因，或说因果。也许很复杂，也许你现在没有办法理解，可是这件事情不应该要继续影响你们，因为你们接下来要过的是丰盛的生活啊，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放下是为了自己好，原谅也是为了自己好，为了我们等等要把心里的空间移出来，挪给更大的丰盛。我看到这组的朋友愿意去穿越回去，好好的面对当时的那个伤口，透过表象发生的事情，去看见宇宙给你的教导，去领受宇宙给你的讯息，重新的跟宇宙连接在一起，重新的感受到这个大地、大自然的能量。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牌是海面下的一个暗礁。如果有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个也是跟伤口有关联。过去某一个伤口，让你的这种情绪没有办法没有这个情绪波动很厉害，没有办法平衡，或者说让你去流到一个情绪之海中。海面下的暗礁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是，万物有裂缝的地方，就是光可以去照进来的地方哦。你们接下来要赢得的丰盛，就是你可以去连接你内在最真实的渴望。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花了一辈子在追寻一个好像别人给他设的目标，或是达到了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不是我真心想要的。你们真心想要的是什么呢？你想要家财万贯，或者说你想要有什么样子的事业，或者说你就是很觉得说我都不想要这些东西，我就想要平凡简单的过生活，可以躺平，或者说可以舒服的过人生就好了，不要太竞争，不要太有压力的环境，真实的去面对自己，不要说到了好像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过去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不是我真心的。台面下的暗礁这一张牌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你想要过什么样子的人生，你真心渴望的话，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你的。你们接下来会有很好的一个生活品质，而且你们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也不需要别人的掌声。就像真正强大的人，其实是不需要来自他人的认同。一头狮子，它不需要绵羊去给它赞赏或是认同，对不对？所以呢，你们本身要去理解，你们的生命是非常美好的。有些事情也许不是你的能力所在，那我们就换个赛道啊，换一个你最
擅长的赛道，不要去以卵击石，而是用你的石头去击别人的卵。这一组朋友，你们绝对可以去发掘你自己内在的潜能、天赋，走出自己的路。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是点燃心之火光。刚刚有说过，当你真心渴望某件事，全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达成。你们的渴望就像生命中的灯塔一样，它可以去指引你未来要走的方向。所以要抛开束缚，去点燃你内心的渴望。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样子的人生？你不要觉得说你已经到了某一个年纪，或者说某一个处境，然后被很多事情困住，你没有资格，或者说你不敢去做梦，或者说觉得你无能为力去改变。其实宇宙它会用各种方式来告诉你是可以去改变的。你的人生有很多的可能，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希望。门不一定要在眼前，这个门它有可能是在脚下，有可能是在头顶上，天花板也是可以开一扇门，左边跟右边都可以。不见得是你前方才会出现门才可以去开，所以大家各种方面都有可能。你们的人生有奇迹出现的能量，奇迹式的翻转，或奇迹式的还清了债务，奇迹式的得到梦想的关系、梦想的工作、梦想的一个生活状态。你们能够抓住幸福，你要去相信，你相信你就会看见。有些朋友我看见你们内心渴望一段很好的，或者说很和谐的一段感情哦。这种美好感情，或者说美好的被爱的渴望心愿，它会实现哦。很多人会遇到一个把你当成女神，或是如果是男生朋友，就是会对你很好的一个女朋友或是老婆，有这样子的能量。你的另外一半会对你很好，你的另外一半就会像这个基督一样，无条件的去为你舍己，为你爱，就是给你很多的爱跟很多的付出，很温暖的一个能量。好，如果你们期待的是这种广阔的包容式的爱，很多朋友觉得就在不远的地方，这样子的人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而且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被连接起来。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透过网际网路，或者是说在旅途中，在旅行中很偶然的一个机会中，对到话就被牵起了这个桥梁。可能他跟你问路，你们搭同一班车，或者是你们搭同一班飞机，都有可能在一个很因缘巧合的方式遇见很爱你的那个人。他是宇宙送来给你，在这个地球上要好好的照顾你，跟你相处，一同成长的人，同时他的内心也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好，我们接下来看到最后这张牌，太阳的教导哦。这张牌呢，刚刚说过跟这个父系的这种长辈的能量有关哦。太阳的教导这张牌它跟海底轮跟太阳神经丛的能量有关哦。它对应的课题是自信跟勇气。你们对于未来所要追求的层次绝对不是温饱而已。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去超越为生活打拼忙碌的那个阶段，进到下一个这种层次，就是你能够去有余裕、悠闲，还有这种闲情逸致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去旅游、去玩等等的。太阳的教导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你们可能有一些朋友跟父亲相关的创伤还没有被疗愈。刚刚有提到嘛，先疗愈跟母亲的关系，再疗愈跟父亲的关系。
可能纵使在时间的流逝下，你觉得说这些事情已经不影响你，或者说已经不重要，不值得再提，过去很久了，但是事实上，你们还是需要去面对，把每一个心中的这个小石头完完全全的移除、释放，直到完全的被疗愈为止。你们可以以一个不伤害他人的方式去宣泄你的情绪哦，比如说到海边啊大叫，或是说在浴室去大叫去抒发，或者说在这个唱歌 KTV 的包厢啊，去把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去抒发出来哦。太阳的光，它是可以很温暖的，它是可以给宇宙万物能量的，但是它也会去灼伤。如果它太热的话，也是会去灼伤你的皮肤的。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去接受太阳好的能量，而不要让这个太阳的炙热去伤害你。你跟太阳所站的这个距离、位置，以及你看待它的角度是很重要的。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一定要去明白说你想要什么，因为宇宙会去实现你的订单。你究竟所想要的订单是什么？你要去思考这件事情，正确、准确的、精准的传达给宇宙。好，不论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你是谁，你是富有，或者是你是贫穷，你的家庭状况如何，你的学历如何，你的背景如何，都没有关系。大家未来走向的丰盛是不单单只能够去满足你自己的家庭，还可以将这个丰盛分享出去。就像太阳，它可以无限的分享它的光、它的热，它自己本身不会去减损，不会去减少。觉得大家也是有这样子的闪光点，像太阳一样丰盛闪耀的能量，你们的闪光点会发挥出来。很多朋友，也许你在创业上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或者是说你被宇宙的能量推送到一个很好的位置，这个工作这个环境是你喜欢的，不会有太多人际的纷争跟复杂的事情需要你处理，就是这么的刚刚好，薪水啊，或者是说一些福利你都很满意。这个世界上绝对会有适合你的职缺，以及以你现在的能力可以去做的事情，你也会笑得很开怀的一个事情。你们要相信太阳的这个教导，太阳的一个能量，而你们未来也会成为别人的太阳，别人的一个引领者。这个就是宇宙要给你们的丰盛讯息。好，以上啦就是第二组朋友全部的讯息啦。我是蜜雅，我们下次影片见咯，祝福大家，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下宇宙要给你们什么样子的丰盛讯息哦。宇宙给大家的一个邀请，即将为你打开什么样子的丰盛大门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朋友的牌卡能量哦。保持选择的弹性，告别过去的仪式，宇宙的声音，吸引力法则。哇，好，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的第一张牌是保持选择的弹性哦。宇宙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不论你们现在有什么样子烦恼的事情、担心的事情、担心害怕失败，或是担心什么事情没有做好，这些东西啊，你现在困扰的事情很快就会过去，就是眼光你们要放长远，不要被当下的这件事情困扰。很快困扰的事情就会变成过去式，未来的你再想起来现在面对的这些纠结的事情、不愉快的事情，对你来说已经不会介意了，已经不会就是无关痛痒了。所以呢，
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未来就像这只金鱼一样，在大海中很悠游自在、很快乐的在游泳，很愉快的在朝你想要的生活迈进。所以你当下如果有一些令你比较纠结，或者说撑不下去的状况哦，你们真的要相信，这个不是你的全部，这个也不是你的永远，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好，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什么如果你当下觉得没有什么出路，没有什么方法，没有什么解药的话，你可以学习给自己放空一段时间哦，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要保持选择的弹性，做清楚明白的这个选择，胜于做最快速的一个选择。就是大家不要想说我一定要就是很快的在这个期限内找一个对象结婚，一定要在这个期限内赶快去找到一个工作。好，结婚或是工作，它可能都是不是短暂的，它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特别是像选择人生伴侣这件事情，与其快，不如做一个清楚明白，然后你又不会去后悔的选择。所以呢，越重大的决定，你就越必须跟自己的生命目标对焦。宇宙告诉你们的这张牌，代表说，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你们接下来会清楚的明白你的旅程的目的地，以及呢，你在这一趟旅程中需要收集的什么样的资讯，需要配备什么样设备，需要有什么样子的资源跟人员要到位。宇宙都会帮助你打点，帮助你安排，就像你出去玩要安排食衣住行一样，宇宙都会帮你去安排这些东西，让你未来的旅程可以圆满顺利。不过首先呢，你们就是要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渴望什么样子的生活，这样子才有助于宇宙可以聚焦，有助于宇宙可以收集一些资讯来帮助你。好，还有宇宙会帮你打开选择的大门。有的时候你觉得前方没有路了，可是神奇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个路真的是从无到有，宇宙会为你敞开，你会看见峰回路转，你会看见在没有路的地方，又有其他的路可以继续延伸下去。可能你本来你觉得走着走着行不通了，但也许眼前出现了一座桥，或者说出现了一艘船，你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度过，可以让你用别的方式，你本来可能以为要用走的，现在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有飞机啊，可以更快速更轻松的方式到达你想要去的那个方向，那个远方哦，很可能是一个财务的计划，很可能是一个工作上的跳转等等的。好，那另外我也看到，可能这一组的朋友，你常常会有这张牌，可能你们过去真的常常觉得人生很多事情是被推着走，不得不如此，就是有很多的环境去限制你，让你觉得没有自由。但是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的念头即将被翻转了，宇宙会让你发现，其实你生命中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的。你们可以选择往前走，也可以选择往后退，你也可以选择停下来，暂时什么都不做。这些都是宇宙给你的选择，不会怎么样。宇宙就像这个大海一样，它会沉住你，它会拖住你，所以你不会往下坠。你们可以就是试着在生活当中去放慢你的动作，留意自己在不同情境下的那个情绪的反应。许多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尽量放慢你的动作，去观察你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情绪的反应，然后把这些讯息回馈给宇宙，让宇宙知道，你真正喜欢的事情是什么，你真正热爱的事情是什么。好，13号牌了，告别过去的仪式哦。这张牌它是有清理疗愈的魔法，所以我觉得宇宙给你们的丰盛，很大一个丰盛就是
你们过去的包袱已经被丢掉了。过去的那个灵魂暗夜，过去的那个寒冬已经结束了。接下来你们要迎来的是春天，是夏天，是风光明媚，是百花齐放。好，你们已经可以跟过去那个心情起伏、紧张、担心，或者说想哭的那个很压抑的时刻说再见了。你们真的是不会，就像是从黑夜走到白天一样。这个转变啊，可能你过去觉得你走了很久很久，不知道哪一天才会有光明，才会有希望。可是宇宙一出手，真的就是在一瞬间的时间哦。甚至当你自己被疗愈好了之后，你自己也可以用你自己的光去照亮过去的那个黑暗。这张牌它充满了很多爱的能量，万物都是频率跟能量的组成。对于这个爱的光波，宇宙要不断的发送给你们，让你跟丰盛之流可以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当你们在一个充满爱的状态，就会引动，就会流动，会创造出你想要的一个丰盛。这个爱并不是好像勉强的说爱，或者说口头上说爱，而是你真心的对你现在的生活去感谢，去觉得感恩，去觉得愉快。潜意识中对爱的理解跟能力将会是第三组朋友显化成功的关键。可能有些朋友会想说，为什么宇宙要让我经历某一种灵魂暗夜？为什么要让我去经历这一种被抛弃、被放弃，或是委屈，或者是压力很大的时刻？其实呢，如果你一直待在充满光亮的地方，你可能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光有多么的幸福，有多么的特别。当你在一个黑暗全黑的房间中，你点燃了一支蜡烛，你会发现，这个蜡烛的光哦，它具有反转的力量。小小的一个蜡烛的光，就能够让你感受到希望跟温暖的能量。所以宇宙啊，有点像是要告诉你说，好，在黑暗中的这一个时间不会很久，不会是永恒的，它只是人生中的一段过程，一个经历。宇宙要让你看见，让你明白这个光的珍贵。如果你从来没有被背叛过，如果你从来没有体会过这一种生离死别，或是说没有经历过一些心碎，你其实也不懂得什么才是幸福。因为如果你一直都在光明的状态，你可能不理解到底光明是什么，因为它没有一个对照。那大家因为你们真正经历了这个黑暗，你们接下来迎接光明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内心会非常的懂得去珍惜，非常懂得去享受这样子的时刻。你们的生命绝对能够穿越黑暗，获得真正的光明，属于你们内在的光明。而过去啊，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事物，曾经磨练你的人事物，那些很苦痛的，那些很难过的事情啊，真的都已经告别了。你们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去跟这些痛苦共存，它只是你人生经历的一部分，你们要穿越它。当你穿越之后，光亮就进入到你的生命中，你们绝对会跟过去那些不愉快说再见，迎来这个新的光明的生活。好，接下来我们是10号牌哦，宇宙之声。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非常的厉害，我看见的是你们不断的在超越自己哦。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啊，绝对会过得很有品质，你们也不会在感情上将就啦。如果有的，就是如果说年纪到了就随便找个人凑合，何不如单身过一辈子。我觉得你们其实很多事情，或者说很多选择上，你都不会好像很随意的去给出你自己的心，或者说很随意的去下一个很粗糙的决定。
就算你们曾经被烂人烂事缠上，你们也会很快的走出来，很快的摆脱，不会一辈子陷在那一团污泥中，不会让自己陷在烂泥中不能脱身。这个就是宇宙之声的能量。同时呢，这一张牌它也代表了沟通力、表达力跟创造力。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接下来你们会用你的声音去表达。这张牌是喉轮的能量。喉轮呢，就是向宇宙之声说这个神的话语。什么是神的话语呢？就是创造力，从你的频率发送出去，你说的话它马上就显化成现实。有些朋友，你们可能自己本身呢，就是创作者，创作一些可能小说，或是说跟这种电影、影视相关的产业，或者说你自己很喜欢看电影、小说、影集、演唱会，或是一些表演，就是你自己就是表演艺术者，可能你是观赏者，或是表演者。无论如何呢，你们都会被这个蓬勃的创造力所感动。当你感受到爱跟感动之后呢，你其实就透过这个振动频率开启了不同的生命的视角。你们可以勇敢的为自己发声，你也可以把一个很复杂的概念简单清楚的说明白，这个就是你们特别的力量。很多时候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讲的话会给周遭的人带来很多的感动，或是说你的这个成品，你的这个行销方案，你的这个研究案，你的这个产出，别人会觉得非常的信任。你创造这个东西，或者说你完成的这个成果啊，是得到大家认可，或是你会成为一个范本。好，别人之后要怎么做，都要去参考你。我也看到你们会在生活中去辨别一些虚假的声音、虚假的事物，而找到真实的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新的这个生命。同时啊，我觉得有些朋友你可能会透过唱歌，或是跟某一个人不断的交谈，不断的说话，去感受到灵魂的召唤。就是你们会遇到跟你同频的伴侣，可能你跟他说话，他就是懂，你跟他好像非常非常的有默契，非常非常有灵性上的一个共鸣。你们就是一谈之后，话匣子打开就无法停下来。宇宙之声的能量像一个漂亮的彩带，为你的生活中创造出五彩缤纷的色彩。很多的好运正在靠近你，向你汇集。你们要勇敢的去发声，勇敢的去表达。爱是灵魂的本质，你们要去表达爱，透过你的善意跟服务来表达爱，让别人感受到被你的支持跟关爱，同时你付出的这个爱也会以加倍的形式来回到你身上。甚至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很可能真的就是透过话语、唱歌，或者说透过某种声音的形式去影响人。可能你的声音本身很好听，或者是说，你说出来的话很有疗愈力。我觉得你们不仅仅是被宇宙之声疗愈，你们同时也有这样子的能量去疗愈别人，去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多的美好。然后下一张牌是我们的1号牌，这张牌非常不得了，是吸引力法则哦。首先呢，我觉得你们就很像是这个钻石一样，你们被宇宙保护起来。接下来的生活，宇宙它绝对会照你，它绝对会提供你这个防护罩，它绝对会为你撑伞。你不用担心，你可以安心的在这个宇宙的保护伞下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也不用去管别人，因为其他人没有办法去影响你。你可以专心的打造出最棒最好版本的你，或者是说你最想要去完成的那件事情。很多朋友觉得吸引力法则这张牌来到之后啊，它其实在告诉我们，你们在这个实质的生活啊，金钱的这个生活，物质的生活将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有些朋友你们真的就是阶级翻转了，因为前面有说保持选择的弹性，你们做了
对的一个选择。其实就像 VIP 一样，你拿到这个 VIP 的通道，你才发现哦，原来有这么一条快速的、很容易或者说很方便的路是为你敞开的。你们的物质生活啊，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好到半年到1年，它是一个不同的阶段。可能半年之后，你再回头去看，会发现哦，原来我已经拥有了那么多。然后在1年之后，再回头去看，你会发现哦，以前我只能梦想的生活，现在都已经完完全全呈现在我的眼前了。我觉得有些朋友，你可能会去转职选择一条跟过去比较不一样的道路，或者是重新回到学校学习。有些朋友你可能是下定决心要移居海外，或者说要跟某一个你觉得不是那么好的感情告别，然后同时去进入一段新的关系，一个新人的怀抱。因为这个吸引力的法则，它包含了很多很多方面的好消息，感情上面的好消息跟财富上面的好消息。尤其是这个钻石啊，看起来就是我觉得大家会非常非常的有钱，不用担心金钱的一个状态。而你们本身就是宝藏，本身就是钻石，所以你不要想说我怎么会很有钱，我怎么会过好生活。其实你们本身就是这么美丽钻石的能量，你们本身就是无价之宝。如果当前你所处的环境并不是你最想要的，并不是你最开心的，你们不用担心，宇宙绝对会把你引导到一个你真正想走的路，不管是在工作、生活、在事业，或者说在这个金钱物质方面，都会帮你引导到你所想要去的地方。而我也看见这一组的朋友，可能过去啊，因为你们是这么美好，因为你们本身真的很棒，旁边有一些嫉妒你的人，有一些想要去泼你脏水的人，或者是觉得说你现在的这个伴侣不错，想要来抢你伴侣都有可能因为可能过去在生命的历程中啊，有些人他们很匮乏，见不得你好，就想要从你这边去抢一些东西。你可能过去也因为他人的嫉妒心，还有他人的一些闲言闲语受到伤害，明明没有的事情，他们就是无中生有，或是让你背黑锅，或是明明这个人是你的伴侣，对方却用各种方式去逼退你，或是跟你说一些让你觉得怎么那么羞辱人的话之类的。好，其实这一些这些脏人脏事已经不会再影响你，你们人生绝对会到达一个新的高度，你们不会再受那一些小人的能量影响了，你们会得到完完全全彻底的成功。你们是非常独立的，不管是在生活、在金钱、在其他方面，都不需要去依靠其他人，就不需要去说我一定要依附在某一个人或是某个组织下才能够生活。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能够心想事成首先呢，你就是要认清楚你们对于财富有什么样子的信念，多少钱对你来说是丰盛的呢？是足够呢？只要你相信宇宙，相信你自己，循着正确的路径，一切就像顺水推舟一样，自然而然的会流到你的生命中。你们绝对有能力创造你真心所想要的一切，只要你让你本身的信念跟这个丰盛的频率正确的相应，你就会开始看见在生命中有好多的小幸运开始产生。这些小幸运之后会慢慢变成中幸运、大幸运，然后越来越多的好事席卷而来。正确走在这一条吸引力法则的道路上，就是第3组朋友你的未来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魔法的核心，耐心与坚持的奥秘创造丰盛的旅程，镜面的世界。大家有发现吗？你看这2张牌的颜色色系非常像，这2张牌也是色彩上非常的和谐。
魔法的核心，大家都要变成魔法师了嘛？这一张牌是一个灯塔哦。魔法的核心其实就是真的是要再次强调，告诉大家，你们的信念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你相信，你就可以看见，你就是你生命中的魔法师。可能你过去啊所受的教育都会，告诉你说眼见为凭啊，没有看到的。就不能说它存在。可是这一张牌真的其实要告诉大家，你要善用你的意念去创造，去看见你想要的未来。你要多多去锻炼你这样子的能力。你越清晰的描述，或者说越清晰呈现那个画面，你想要的未来的画面在脑海中，你就越快达成心想事成。你们绝对只是有这个能力的，只是你过去可能比较少用，因此有点钝化了，因此有点不熟悉。赶快拿出来。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有魔法师的能量哦。你看你们有魔法的核心，又有吸引力法则，你们就是很容易心想事成的一组。你们要赶快把你这个魔法的技能重新的拿回来，然后去锻炼。带有建设性的信念啊，是改变你们生命魔法的第一步。你们能够去重拾或者说逆转过去退化的这个能力，然后重新的启动魔法的转轮，重新启动丰盛魔法的开始。所以绝对要相信自己，当你们告别了过去那一些阻碍你的人事物限制性的信念之后，你的好运就要大爆发了。可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会去跟随你的心，做出一个很不一样的决定，是在人生比较大的抉择跟方向的这个选择上，你去聆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你自己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然后你在最关键的时刻去做出一个最关键的决定。还有些朋友，我觉得这个牌啊，它也代表了你重新的去复习或是去学习某一些知识。可能你过去觉得这个领域有些兴趣，但你一直没有时间，或者说没有这个精力去深入的去学习。很可能未来的半年到1年呢，你就会去钻研去学习某一个以前一直很想要学习的技能或是知识，让你本身啊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更加的提升，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知识体系去理解、去建构这个世界。好，接下来我们是第12号牌，耐心与坚持的奥秘。脚踏车啊，这个脚踏车它好像在环岛哦，环了一圈之后呢，它在追寻什么呢？它在追寻它人生中的一个梦想。这一组的朋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你完成你的梦想啊！耐心跟坚持，我看见未来的你们会在完成梦想的道路上耐心坚持的往下走，因此你绝对可以过上你想要过的一个生活哦。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真的会去做出一个比较冒险的决定，对旁人来说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冒险的决定，可是对你来说呢，你其实就是想要去证明自己，想要去完成你一直以来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绝对会接受到很多的指引跟很多的祝福，而且你会发现你走的这一条路，它其实跟你过去一路以来的经历是融合的，你过去的经验都可以被拿出来用，所以它看似一条全新的道路，其实是能够跟过去你的人生你经历的一切能够互通有无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不用害怕。有些朋友你可能要走的这条路是比较少人走的，或者说在你身边没有人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可能在你的家族或者是说在你的这个生活圈，其他人会有一点不理解。可是呢，这个就是追寻你声音的这个内心声音的一个召唤。你们不用害怕说走这条路未来前景怎么样，会不会
不能养活自己，会不会说技能不足，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不用担心哦，因为你未来绝对是很平和、很安全的往前走。你的心境是平和跟安全的，即使外人看起来你是冒险的，其实这一条路一点都不危险，这一条路理所当然，这一条路就是宇宙要引领你走的这一条路。朋友，你们可能就是很偶然的去做一个改变，你本来也许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现在却因缘际会接触到很多的朋友，然后有很多跟别人沟通交流，跟可能上台发表意见的一个机会，这些机会要去接下来，因为呢宇宙要让你看见不一样面向的自己。你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这是脱离舒适圈，可是你继续走下去，就会发现你的舒适圈扩大了，原来我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我看见你们接下来的思想是不断的再去转动，就像这个轮子一样，你们脑袋就会一直想很多的事情，我明天还要做什么，而且是很有热情的往前走，很开心的往前走。甚至有些朋友你们都已经达到财富自由了，但是还是想要去做一些事情，有一点退而不休的感觉，有一点就算是做志工也要去完成的事情。可能在前期真的是财务的基础打了很好之后，然后在接下来的生命生活，你们就好像更加的放胆，更加的放手去做，然后充满动力的一直往前走。接下来我们看到创造丰盛的旅程跟镜面的世界那这边呢有一个感情上的好消息想要告诉大家，我觉得在感情上很快就会遇到一个很重要的人来到你的生命中，你跟他在一起是要来共同创造丰盛的旅程的。有些朋友可能你生命中已经有一个值得依靠或者说可以信任的伴侣，你跟他在一起绝对要达成金钱的合一，因为你不要单单看你自己的收入，或者说你单单只看自己的一个薪水薪资，你要看的是两个人的加总，两个人才是一个单位，因为你们可能未来会组成一个家庭，你们两个在一起会比你单独的走更加的愉快，更加的快乐，更加的丰盛，它是一个完全扩大的能量。有些朋友你可能会遇到一个人，他可以跟你一起共同建立一个事业体系，或者是说你遇到一个人，他可以在事业上支持你，帮助你，或者是给足你金钱，给足你资源，让你去闯，让你去试，给足你时间，让你去摸索，让你去体验，让你去走你真心所想要走的路。所以你不用担心，宇宙在保护你，你身边也会有人出现来保护你，来引导你，来指引你，或者是说他就是一个你的支持伴侣。当你回到家中的时候，你的情绪可以得到疏解，你看到他的时候，就是身心灵就能够很放松，很愉快，感觉到被爱，感觉到被支持，这个也是一种内心的丰盛有些朋友你们真的会遇到你心中理想的这个伴侣，你跟上帝许愿的这个伴侣，你期待已久的样子，他就是真真实实的出现在你的眼前，让你们两个未来可以双向奔赴，共同的走下去。当你遇到这个人之后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会去明白，你过去的一些经历，它可能是一个隐藏的祝福，你们现在要把这些隐藏的祝福的这个礼物去打开。你过去可能不理解那是一个礼物，可是你现在你遇到它，或者说你创造你的丰盛之后，你才知道可能之前的跌倒，或者说之前的一些黑暗，之前的一些伤口，它是有它的意义在的，它是有它的意涵在的。你们现在对于过去事件的某一个感受，它不见得是真相，不见得是最终的那个版本，它可能夹杂了一些你后天的这个剧本，或者说你后天的一个信念。有些时候当你在
往丰盛之流的这个道路上流动的时候，过去的一些谜团也有这种渐渐被解开的感觉，你渐渐的去明白当时其他人的这个思考角度是什么，为什么会听到这样子的话，以及你自己的理解到的这个意涵跟其他人要表达的这个意思是不是一样的，会不会中间有误会，会不会这两个连结中间出了什么差错，以至于彼此的真心被误会了。如果过去有这样子真心被误会，有这种明明相爱却疏离的状况，接下来也要在这个丰盛的旅程中重新的找回彼此。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镜面的世界，上面叠的这张牌是吸引力法则。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们现在已经跟某一个人在稳定发展的关系了，我觉得接下来很可能你们会往感情的下一步发展。比如说，如果你们是男朋友女朋友，你们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订婚啊，结婚啊。如果你们是已经结婚了，很可能会迈入我们一起买房子，或者说我们一起孕育新的生命。如果你们已经有了孩子，可能接下来下一步是你们想要孕育另外一个孩子，想要有二宝啊等等的，你们会往下一个阶段迈进。就是你们如果当前已经有一个稳定的关系，稳定的承诺，这个承诺会持续的发展下去。我看见你们会很爱一个人，这个人也会很爱你，你付出的爱就像这个镜子一样，你很爱镜子中的自己，你对镜子中的自己微笑，你同时也会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对你微笑。所以我看到的是你们付出的爱全部都能够得到回报，你跟这个人在感情世界中能够互相的理解，然后有一些争执的时候也能够互相的去协商，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法，是一段非常和谐的关系。同时这一段关系的结合又能够去让两个人都有所提升，不管是在生活质量、知识以及个人的气质、外貌，都会到达下一个层次。可能很多朋友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你的运就来了，你在这个金钱上翻了好几倍，或者是说这个人本身就是带着丰厚的资源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有点像是跟他结合之后，你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很轻松。如果是单身的朋友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每一天看到镜子中的自己，你是什么样子的表情呢？你是微笑的，还是你是愁眉苦脸的，还是你根本就不看镜子中的自己呢？你怎么样回应这个镜子，镜子就会怎么样回应你。我看到未来的你们绝对是勇敢自信的，同时是被很多的爱包围的，你可以独立的往前走，但也能够吸引到跟你同频的灵魂，你们两个可以互相依赖，但是又能够保有彼此的空间，所以这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祝福的关系。最重要的，你们会共同创造内在的这个家庭的这个丰盛，以及外在财富世界世人所认可的丰盛，所以是双重的丰盛都会到来哦。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蜜雅，我们下期影片见喽，拜拜。